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指甲频道。我们这个系列是你宝贝基础指甲。这门课是在讲底胶。那什么是底胶呢？等一下告诉你，细节在荧幕的右边。我们这一季基本上呢，好像是新客户来我们这边做指甲，引导出整个基础指甲的一个流程啊。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了一堆东西，今天要讲底胶，那后面还有一堆东西持续follow我们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讨论底胶是什么。底层的那个胶上在真指甲上面的材质，一方面粘附比较软的真指甲，一方面呢又去粘附比较硬的，上面有保护能力的人造指甲，所以它是什么？打地基。凝胶指甲的一个地基。接下来看各位解释含酸与不含酸底胶的差异。其实现在很多厂商就是跟美甲师说，我们不上固定剂，所以他直接把那个东西做在底胶里面。对，就是说含酸固定剂。对，它本身做进去目的是为了要促进这个底胶和真甲做个结合的动作。对，所以它会些微的侵蚀到你的真指甲，把你的真指甲和凝胶做一个融合动作。对，靠近闻的话会有一种近闻会有一点点酸呐。是要去上去了吗？对啊。那你先录。好。好。那么什么是不含酸底胶呢？那基本上就是没有含酸性物质的底胶咯。它本身的目的也是为了粘合凝胶主体跟真指甲，但是它的材质比一般的凝胶来的软一点，而且呢质地比较细，而且富有柔软的弹性，可以去贴着这个真指甲，用它的材质特性去保护真指甲。底胶的选择是取决于做法的不同。举个例来说像我们上一集前置就有谈到，如果说今天你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凝胶不会脱落的话，可能就会采用含酸底胶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强调的是保护指甲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不会采取含酸底胶。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选择方式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一张图表。如果说制作概念中是含酸性物质的话，那么有时候呢，我会选择先使用含酸固定剂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使用含酸底胶了。如果我们没有使用含酸固定剂，那么有时候就会使用含酸底胶。但今天做指甲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指甲，不能伤害指甲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会使用固定剂，而使用蛋白液。而且呢，也用不含酸的底胶。基础上胶比法，基本上所有的凝胶的上胶比法都是差不多的。3取4量的凝胶下笔的时候不能够到底去下，只能下1/3处。然后呢，再轻轻的、慢慢的往上推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避免凝胶一大坨积在指甲最后方，变得非常的难看，造成凝胶四面都凸起来，那就是 NG 啊。所以各位我们看一下，画了1/3线，下笔下一条线上会比较好。那么详细的图法，我们去现场看一下。现在要示范的是上底层最下面的那一层第一层的胶。我们现在呢，在帮它上胶的时候呢，要先沾取适当的量。接着呢，我们在上胶的时候呢，要摆放在它的这个地方1/3处，然后往下推，先刷过，刷过了之后呢，再稍微慢慢的往上刷，这样才不会第一笔的时候呢，胶太厚，导致呢胶都积在后端。好，我们进去照灯哦。OK， 再一次哦。再往后带。好，凝胶需间隔指缘。我们在涂胶的时候会让凝胶和指缘不要真的那么靠近。所以我们第一步在前置的时候，干皮处理要处理得好。然后呢，凝胶又不能太靠近边缘，避免凝胶沾到皮肤，所以通常会留大约2到3根头发的距离，对，就一点点而已。所以我们建议一次不要把凝胶涂到位，而是慢慢的把它往回推，推到满意的地方。所以说，像我们这个图里面就有留下一点点的间隔，是做保留的。接下来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Peggy 的示范。在上胶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确认干皮，就是后端这个皮肤呢有没有处理好，要确认有处理好哦。再来记得千万不要涂到
皮肤上面这边哦。最后呢，保持呢大概2到3条头发的距离。好，我们来示范一次咯。比如说我们下笔了之后，好，再轻轻的怎么样？往后一点点的推下来，要保留一点点的距离，真的是一点点哦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一样，往后推，保持一点点的距离，非常非常的薄。好，包覆前端的示范。通常来说，我们为了要增加凝胶指甲的稳定性，所以我们会把涂胶的时候呢，把它包到指尖的前端下面一点点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做法是把笔上面留下少数的凝胶，轻轻的刷过指甲的前端，让这个指尖跟指甲下面都有一点点很薄很薄的薄膜，达到所谓包覆前端的一个效果。同样的，现场看 Peggy 示范。如何把前端包起来？一样，我们先把胶上完，按照前面的步骤把它上完。上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呢，在最后面的时候涂胶一定要确认怎么样，要包到前端哦。那我们笔上面会有很少量的这个胶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少量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有几种做法，你可以这样上，也可以这样上，或是这样都可以，只要确保呢它是有包着就可以。如果你这样上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担心前面有积胶问题，可以再刷一下。好，这样就结束了。我们再示范一次。好，包覆侧面示范。我们除了要包指尖的指白之外，指白的2侧也是需要被包到的。所以涂胶的时候会稍微把客户的那个指缘稍微翻开来，露出白色边边的指白的边缘，少量的沾上凝胶，微微的涂在这个边缘弧度指甲的下方。我们再请 Peggy 继续示范。一样重复前面的，我们先把胶刷上去。这次的速度比较快，我就不会放慢速度咯。好，先把底胶都刷上去。好，然后呢，它是不是有外侧，有2边的肉？常常这是很多美甲师会忽略的地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记得呢，要轻轻的把旁边稍微拨开一下，然后呢，再把胶很少量的从边边这样带一下，这边也是带一下，顺一下。好，这样大家了解了吗？我们等一下再示范一次。好，我们来进行包旁边，包旁边，轻轻拨开，前端确认有包，再顺一下。结语：底胶是凝胶指甲的地基，不管是哪一种方法来做指甲，底胶都会选用比较特殊的胶体。它的目的呢是要去粘合真指甲的表面，让凝胶主体跟指甲能够完整复合在一起。底胶要涂得好，要够稳固，这样子凝胶也才会稳固。所以说，我们说底胶是凝胶指甲的地基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凝胶指甲的基本结构，在最下层，当然所谓的底胶层，我们说它是地基。那么在上面呢，在李宝贝这边还会涂调整层，不过同行很多部分是省略的啦。再往上就是所谓功能层。功能层包含了颜色层、保护层跟矫正层，这是我们一般做指甲的时候呢，厚度最厚的部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做上上层胶，当做凝胶指甲的表面。那么在我们李宝贝基础公开课里面呢，前面已经学过了咨询修行干皮甲面前置以及现在的底胶。我们下一堂课要来和大家讨论的是调整层该怎么涂，以及调整层是什么东西。之后还有5集的内容等大家继续追踪。
为了不漏接你宝贝指甲公开课第1季的任何消息，请按赞、订阅小铃铛，好好追踪我们哦。大家拜拜。